这是一起离奇的性侵案，女孩明明被强暴，却不愿意指认凶手。本来一伙暴徒是来抢劫商场的，可当小丽听到响声从试衣间走出来后，却不成想被其中一人盯上，紧接着男人就将她强暴。事后小丽被送到了医院，她对警察详细讲述了经过，并表示歹徒当时戴着面具，她没有看见脸。然而当警方查看监控录像时，却发现歹徒将小丽逼进试衣间后，他揭开了面罩，可是小丽却说歹徒一直戴着面具，难道他在撒谎？可是为什么呢？警方决定先找到嫌疑人再说。好在其中有人把打劫的视频放到了网上炫耀，浏览量居然高达8万。紧接着利福警官一眼就认出了旁边那个人就是强奸嫌疑人，于是警察根据这个账号的信息，很快将发布者山鸡抓进了派出所。然而他只是承认参与了打劫，却很讲义气的没有供出同伙。可是警察也不是吃素。If you cooperate, you can make a deal for this little smashing rap. 山鸡顿时心动了，最终承认他们不认识，只是行动前1秒才在店外集结，根本没见过他的脸。虽然大家怀疑山鸡可能在撒谎，但一时也拿他没有办法，线索一下子又中断了。随后利福警官传唤了小丽，询问他明明监控显示当时歹徒拿下了面具，你为什么说没看见呢？听到这句话，小丽明显慌了，但吞吞吐吐就是不说，这让急于破案的利福十分头疼，实在想不明白被害人为什么会包庇凶手。不过这时小胡子警察又提供一个侦查方向。So all of these kids sold their stuff to one guy? What could he possibly know about Natalie's rape? We won't know till we ask. Okay, bring him in. 然而销赃犯老黑只承认在转卖东西，并不是什么大罪过。小胡子告诉他期间发生了强奸案，老黑这才意识到严重性。All right, man, look. There's this one kid been bragging about how he grabbed more than clothes. You hear me? We need a name. 可就在老黑即将说出名字之时，意外竟然发生了。一伙蒙面歹徒突然冲进了派出所，开始疯狂打砸，销毁一切有关证据。年轻女警察马上举枪准备射击，可是利福却命令她立即放下枪。Lower your weapon now before someone gets hurt. These are teenagers. Guys, nobody fire! Guns down! Where is my backup? 3个1小时后，歹徒终于被逮捕，而派出所里也是一片狼藉。这次总共抓了8个人，可极其出人意料的是，其中一个竟然是刚刚保释出去的山鸡。这下警察可被激怒了，再也没有之前的和颜悦色。You're looking at grand larceny, tampering with evidence, destruction of property. At least a half a dozen felonies. Including obstruction. That's a long list, Travis. It's serious time. 当然你也有机会自救。山鸡立马好像又抓住了救命稻草，自救方式仍是交代出强奸犯同伙，但山鸡果断拒绝了，因为那是他的发小。警察只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You got a sister. What would you do if someone did that to her? Kill him. So how about you just tell us his name? 山鸡最终还是良心发现，说出了名字。就这样，强奸犯小黑被逮捕了，但案件依然没有告破，因为他并没承认强奸，小丽也不来指证，同时他体内也没有嫌犯的 DNA， 所以整个案件又陷入了死局。利福只好再来找小丽谈谈，鼓励他指证嫌犯。最终小丽熬不过软磨硬泡，不情不愿来辨认强奸她的人，只一眼就认出了是3号小黑。可是对方律师当即提出了质疑，因为小丽前后的言语不一，又缺乏关键性的物证，所以想对嫌疑人绳之以法并不容易。而最关键的证据就是男孩的 DNA， 如果有的话就可以一锤定音。Look, I know you didn't get DNA off the kid, but you're telling me that there's no DNA anywhere in that dressing room? Gone over it. 小黑作案时很可能用了断子绝孙套，而看着小丽泳衣的照片，利福突然来了灵感。A hygienic liner in every female bathing suit that is sold. 可是检测时并没有发现。然而同事反驳说，如果在现场的话，法医肯定不会漏掉。但如果法医是一名男性的话，他可能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众人立马好像发现了新大陆，果然就在卫生垫上检测出了小黑的 DNA， 这下物证确凿了。不料对方律师马上反驳，泳衣是在事发后立即做了检测，却什么也没有，而卫生垫是在几天后才找到的，并且成了关键证据，所以质疑这是捏造的证据。接下来是证人指证的阶段。He pulled my bathing suit bottom off to the side and raped me. 然而当警察让他指认谁是凶手时，小丽突然慌张了起来。虽然就是小黑，可他却眼神飘移，就是难以说出口。于是警察急忙叫了暂停，俩人急切地询问他到底为什么说不出口。小丽缓和了一下心神，终于下定决心说出了真相。原来他小时候十分顽皮，曾煽动哥哥去偷了一块口香糖，结果哥哥被抓关进了少管所。他非常自责，从此产生了心理障碍，所以再也不想因为自己而使别人坐牢。利福赶紧向他解释这是2种性质，毕竟小黑强奸了你，是他先犯罪了。听了开导小丽，让他们放心，他会克服这种心理创伤的。But if that teenager goes to prison, it may not be. Never. 这就是孔子说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利福只好继续给他做工作，做事不能过往矫正，让罪犯受到法律制裁，也是帮助他们改过自新。最后，利福不再逼着小丽表态，到时如何决定全凭他自己。
很快又再次开庭了。小丽毫不犹豫指证小黑就是袭击者，哪知对方律师质问他为什么刚才不指证，在和警察交谈后竟突然做了决定。律师竟然一通取笑，接着把问题焦点引到了黑白对立方面。善良的小丽显然被激怒了。Is that your client raped me? 这下人证物证俱在，即使小黑不认罪也逃不了了。果然到了晚上，小黑就来到警察面前认了罪。从小他就是个透明人，无论在家里还是学校，这次抢劫就是为了引起关注，不成想却犯了强奸罪。他为对小丽做出的伤害深深道歉。 You'll do time. Not your whole life. When you get out, you still have some runway ahead of you. Taking responsibility for what you did is only the first step. 至此，正义终于得到了伸张。